物理学家算错了账。这句话一出来啊，我猜很多人可能准备要关掉节目了。听起来蛮像什么农场文章的标题啦，但是请大家先不要走。想象一下，我们人类文明这几百年来，不是一直都在抱怨那个能量不够用吗？没错，害了资源枯竭之类的问题。对，甚至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宇宙的物理规则真的很严苛。但如果这一切的枯竭跟限制，其实只是因为物理学家一直以来都忽略了宇宙给我们的另一个隐藏账户呢？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庞大，而且讲白一点，非常颠覆性的一个提问。没错，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这一趟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拆解一份真的极度硬核，甚至会稍微颠覆你世界观的物理学前沿资料。对，今天做上这份资料呢，它其实探讨了一个非常前沿的量子跟时空理论框架，里面充满了那种像是 PT 理论啦、PT 偶态投影啦，或者是 Epsilon 扰动场这种很艰涩的数学语言，听起来就超劝退的。对，但我跟大家保证，我们今天的任务绝对不是在这边推导微积分，我们是要带大家看透这些数学背后真正的物理意义到底是什么。我帮大家稍微梳理一下，我们今天的核心任务就是要问一个终极问题：物理学家是不是一直以来真的都算错了账？没错，这是一场观念的重塑。对，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带你经历一场，我们说它是一场时空觉醒好了。我们会从能量的最底层逻辑开始，然后一路推演到航太科技的物理极限，甚至到最后我们会触及生命跟意识的本质。对，准备好了吗？我们就直接切入核心。好，其实这是一条很深的路。你要理解我们到底算错了什么账，我们就必须先很诚实的来盘点一下，我们现在人类到底是用什么方式在算账的？你是说我们现在获取能量的方式吗？对，你回顾一下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我们从烧木材、烧煤炭，然后一直到后来的抽石油，你有没有发现人类获取能量的方式本质上其实都充满了暴力？暴力？你的意思是我们总是在破坏一些东西来换取能量吗？精确来说，真的是这样，而且不只是燃烧那些化石燃料哦。你想想，我们现在最自豪的核能，核分裂或核融合之类的。对，我们是用中子去硬撞碎铀的原子核，这样来产生核分裂，或者我们是用那种极端的高温高压去逼迫等离子体进行核融合。所以这背后有什么问题吗？听起来很科学啊。这些手段的背后，其实藏着一个主流科学界很少去质疑的悲观前提，就是我们深深相信时空它只是一个被动的死寂的容器。就像是一个空荡荡的舞台，就是舞台本身不会演戏，只有上面的演员，也就是那些物质才是真正有能量的。完全正确。所以在这个前提下，能量当然是绝对稀缺的。我们的文明就像是一个乞讨者，只能单向地向物质这个对象去索求，而且还是透过破坏它的结构来要钱。对，所以讲白话一点，我们就是一直把大自然当做一台很吝啬的自动提款机。这个比喻蛮贴切的。而且这台提款机好像还坏了，我们非得拿铁锤把机器给砸烂，才能勉强让它掉出几个铜板来。没错，而且我们文明的进步，说穿了就是换了一把更大把的铁锤而已。哇，这听起来其实蛮悲哀的。所以这份新资料是怎么说的？这份前沿理论的语法可以说是完全打破了这个前提。他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热力学总账观念。总账？对。他告诉我们，物质根本就不是宇宙里面唯一的提款账户。时空的几何本身包含它的扭率啊，它的连结自由度，它自己就是一个蕴藏着无限潜力的庞大账户。等一下，这个真的要请你帮大家解释一下了。我们一般人通常听过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嘛？质量会让时空弯曲。对，就像把保龄球放在那个弹簧上，那个我们懂，那叫弯曲。对，但你刚刚提到那个什么几何的扭率，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好，我们用一个比较具体的画面来想象好了。弯曲就像是你把一张床垫往下面压，而扭率呢，就像是你双手用力去拧一条很湿的毛巾。拧毛巾？这份理论指出，时空不仅仅是会弯曲而已，它本身还带有一种旋转扭曲的内在张力。你想想，当你把毛巾拧得很紧的时候，毛巾里面是不是储存了很庞大的能量？对，你一放手，它就会弹回来。没错。时空本身的几何结构就是储存着这样巨大的能量。慢着，如果说我们能从这个所谓的几何账户里面去提领能量，这听起来有点像科幻小说里面的无中生有。
很多人一开始也是这样质疑的。对啊，那物理学最神圣的那个能量守恒定律，难道被打破了吗？我们这是在发明永动机吗？绝对没有打破，这就是这份资料非常严谨的地方。在这个物质加上几何的宏大闭合系统里面，能量守恒定律依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总账还是平的。对，总账永远是平的。但是如果我们只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个局域物质子系统，能量的流动看起来就会像是一种跨账户转账。哦，所以我懂了。所以那些在某些极端实验里面看起来好像是无中生有、没办法解释的异常能量，其实不是什么魔法。绝对不是魔法，那是因为你算账的时候忘记把几何那一栏的存款给算进去了。所以它是一笔完全合法的汇款。完全合乎物理法则的汇款。当你在物质账户里面看到突然多出来的能量，它其实是从时空的几何账户里提款出来的。就像那条紧绷的湿毛巾稍微放松了一点。对，那个释放出来的几何张力就直接转换成了我们可以使用的实体能量。哇，对你我来说，这真的绝对不是在推销那种违背常理的魔术，这听起来反而像是一种文明心智的升级耶。没错，是升级。就是我们不需要再当宇宙的掠夺者，每天想着要怎么去炸碎原子，我们反而应该要学会当一个时空调音师。调音师这个词真的用得非常精准。我们不再依赖爆破了，而是要学会去辨认到底哪一种精确的电磁频率，或是哪一种物理情境能够去启动那一扇微小的共鸣窗，透过共鸣去把能量引导出来。是的，让几何账户里的能量用一种极低耗散而且极度和谐的方式被引导进我们现在的物质世界。听起来真的会让人对未来充满希望耶。不过既然你说我们可以去调用这个几何账户，我觉得我们不要只停留在发电而已。哦，你想推演到哪里？我们把这个逻辑推演到极致看看。你想，如果我们把这种力量用在航太科技上，或者是去解释资料里有提到的那个不明异常现象。你是指 UAP， 就是大家常说的幽浮轨迹？对，如果我们人类真的能制造出这样的飞行器，我觉得主流物理学绝对会立刻跳出来打脸。那你觉得主流物理学反对的最强的理由会是什么？好，那我们就来代替主流科学家扮演一下反方哦。你想象一下，如果你在雷达上看到一个飞行器，它本来在海平面上悬停，然后它1秒钟之内瞬间拉升到8万英尺，或者是在超音速的状态下直接进行一个90度的直角转弯。这在现在的观测记录里确实有出现过。可是根据牛顿第二运动定律啊，质量乘以加速度等于力。你要一个飞行器瞬间展现出这种极端的非惯性机动，它绝对会产生无比巨大的惯性压迫，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重力负载、激励。对，这种瞬间加速的负载可能是地球重力的几百倍以上吧，几百倍甚至上千倍都有可能。那股力量根本会把金属外壳瞬间撕裂吧，更不要说里面的驾驶员了，他绝对会瞬间被压成肉泥的。确实，以我们现有的物理认知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的火箭都是靠往后喷出几千吨的那种燃烧废气去换取往前的推力。那你刚才说的那个几何账户，在物理意义上到底要怎么去克服这种致命的惯性？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漂亮但也非常致命的质疑。传统的航太技术其实说穿了就是一种无奈的对抗。对抗牛顿定律吗？对，你要往前你就得往后砸东西，你要转弯你就只能用肉身去硬扛那个惯性负载。因为我们还是觉得时空是僵硬的木板地，上面的演员只能靠自己的肌肉拼命去奔跑。没错啊，那这套前沿理论到底要怎么在不违反物理法则的情况下去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总不能说转个账惯性就凭空消失了吧？这里就是理论中最核心的那个伊普西隆场要发挥作用的地方了。哦，伊普西隆场。但在解释之前，我必须先澄清一点，这份资料极度强调这个理论绝对没有在鼓吹什么违反因果律的超光速魔法，所以它还是有极限的。对，所有的可观测量都必须被一个叫做 PT 偶态投影的数学机制非常安全地守护在我们现实的物理规则之内。等一下，你这句话的物理意思到底是什么啊？既不能违反因果律，然后又要能做到瞬间转向，那你所谓的这个扰动场到底做了什么事？意思是说，未来的星际交通，我们的思维不再是去造一颗推力更大的暴力引擎了，不然呢？而是要去发展运算更深的几何导航。载具并不是在时空中很粗暴地移动它自己，而是透过这个 Epsilon 扰动场，在载具的周围制造出一个局域的时空泡泡。时空泡泡？对，
这个泡泡直接改变了载具边界的几何条件。哦，我听到这里哦，我从资料里提炼出一个我觉得绝佳的比喻，说来听听。所以这就像是冲浪，对不对？你看我们现在的火箭就像是装了超大马达的快艇，我们是用肉身跟金属螺旋桨去硬撞海浪。没错，阻力极大，而且还会一直颠簸。对，你只要一转弯，船可能就翻了。但是透过改变几何边界条件，未来的飞行器就像是一个顶尖的冲浪者。它根本不是去撞击海浪，而是顺着时空本身的流动，很优雅的在滑行。完全正确。这其实是一种科技范式最底层的蜕变。我们不再把大自然、把时空当成是一个要克服的敌人，而是去读懂它的节拍。哇，这观念差很多诶。对啊，当你改变了局域的时空度格，你就不只是一个冲浪者，你同时还是那个创造波浪，而且又安稳骑在波浪上的人。冲浪这个比喻听起来真的很诗意，我觉得也能让大家听懂。但是，身为一个要求很高的观众，我还是必须逼问到底。来吧，我们不能用文学修饰含混过关哦。顺着流动听起来是很美啦，但雷达上看到的瞬间加速是真实发生的啊，是真实发生的。它从静止瞬间拉到10马号，它的动量确确实实改变了。那能量的物理代价究竟去了哪里？驾驶员为什么没有变成肉泥？这里就是整个理论最硬核也最迷人的推进了。我们必须在物理上严格的区分两个不同的概念：坐标运动与本征加速度。坐标运动跟本征加速度。对，外界雷达看到了那个极度激烈的轨迹，我们叫做坐标运动。也就是说，在观测者的那个网格坐标上，这台机器确实从空间的 A 点瞬间跳到了 B 点，而且速度极快。对，但是载具的内部，也就是那个驾驶员他的肉身实际经历的状态，这叫做本征加速度。所以这两个可以是不一样的。完全可以不一样。我们用一个大家都有的日常经验来解释好了。想象你现在就站在地面上，你会感觉到自己的体重，对吧？对，脚底会有压力。那是因为地球巨大的质量弯曲的时空，原本你的身体应该顺着这个几何弯曲一直往下掉的，但是地球坚硬的表面挡住你。哦，所以我其实是一直在抵抗那个往下掉的趋势。没错，你正在抵抗时空的自然几何，所以你承受了本征加速度，你就感觉到了重力负担。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会感受到重力，或者感受到巨大的惯性，是因为我们在对抗时空的自然形状。没错，就是这个概念。但你在那个扰动场制造的时空泡泡里面呢，载具它一直都是沿着它自己局域内部最自然的几何轨迹在前进，就像是顺水推舟那样。在物理学的严格定义上，这叫做沿着测地线运动。既然它没有在对抗任何几何形状，对驾驶员来说，它等于一直处在一种类似自由落体的完美无重力状态。哇，我彻底懂了，这根本是一种视觉与几何的错位嘛。对，错位。我们在外面看，以为这个驾驶员踩了死油门，承受了几百倍的重力负载，但其实对他自己来说，他坐在里面可能连桌上的一杯水都不会洒出来，一滴都不会洒出来。因为推着他前进的根本就不是引擎的暴力推力，而是他周围时空本身的形状被重塑了。没错，所以那些产生惯性压迫的代价，其实是被强大的几何边界重排给吸收跟抵消了，账单被那个几何账户给付清了啦。正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说，一旦你接受了时空是一个活跃的参与者，整个物理学的限制就被彻底改写了。我们在影片里看到的那些不可思议的机动飞行，它其实是在展示几何学的威力，而不是我们传统以为的那种推进力学的奇迹。对，这真的让大脑有点过载，但听起来极度过瘾。不过，如果时空本身真的内建了这种几何节奏，包含了你刚刚说的那个扭律脉动，而且技术上我们也可以用特定的方式去跟它勾合的话，这其实让我想到一个更深的问题耶。什么问题？你想哦，如果我们人类凭借短短这几百年的科学就能造出这种可以冲浪的太空船，那大自然呢？大自然的演化。对啊，大自然可是经历了几十亿年的漫长演化耶，这是一个多么无比精密的除错过程。难道大自然不会早就发现了这个隐藏的几何账户了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这也是这份资料引领我们走向的最深的一层，也就是生命的奥秘。生命也跟几何有关？对，
如果我们看看传统的唯物生物学，它其实很习惯把生命当成是一台纯粹的化学机器，遗传基因就是时空蓝图，蛋白质是齿轮，对，然后新陈代谢就是工厂的流水线。可是这套化学机器的理论很强大啊，我们不就是靠它解开了基因密码，还治好了无数的疾病吗？它确实非常强大，但它其实留下了几个至今让顶尖科学家深感不安的缝隙。像是什么？比如说，植物光合作用里面的能量传递效率高到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高到不合理吗？对，那种几乎没有损耗的精准度，根本不像是分子之间随机的盲目碰撞能够产生的。了解。还有别的例子吗？还有，像是某些候鸟，它们能够对极度微弱的地球磁场，甚至是微观空间相位的变化，展现出那种不可思议的导航敏感度。等等，你这样推演，我觉得有点危险哦。你就是在暗示说，生物学的演化不单单只是靠基因突变跟天择在驱动，而是时空几何在背后操盘吗？这份资料在物理推演上到底是怎么跨度到生物学的？你总不能随便把这两个领域混在一起谈吧？没错，我们在这里必须要非常严格的界定一下层次。以下的推论呢，是建立在这套理论框架下的一种大胆想象，只是想象，还没有被证实。对。它绝对不是要把意识或者生命滑坡成那种什么一切都是神秘频率的伪科学，演化论依然是成立的。天择还是存在的，只是天择的标准可能多了一项，就是说，如果时空真的有倍进节奏，那么生命会不会就是一种在漫长的演化中特别擅长去对准这个节拍的物理结构？也就是说，演化其实偏好那些能和时空共鸣的结构，所以生命里某些分子刚好就演化成了极度优秀的时空相位管理者。没错，所以光合作用也许就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化学反应奇迹而已，它可能是利用了局域时空的某种微小量子共鸣来传递能量。那鸟类的导航也是咯。对，鸟类的视网膜蛋白可能本身就具备了将那种微弱的几何讯号在微观尺度上放大的机制，大自然可能早就学会了这套几何导航。哇，那最大的终极之谜呢，也就是意识。这边就更有趣了。对啊，一堆冷冰冰的碳水化合物，还有那些神经的电讯号，到底是怎么产生我现在正在思考这种主观体验的？如果我们用这个几何框架来看，大脑到底算是一个什么东西？如果我们必须给出一个最诚实但又具备启发性的猜想的话，在这个框架下，意识其实更像是一种相位锁定，简称锁相。锁相，可以具体用白话描述一下这个机制吗？好，你想象一下哦，在一个悬吊着微微摇晃的木板上，我们放着100个节拍器。一开始它们的节拍是完全混乱的，各自滴答作响，互相干扰。但因为底下的木板会传递微小的震动，对，会有物理上的连接。慢慢的，这100个节拍器会互相影响，最后竟然奇迹似的完全同步，朝同一个方向非常整齐的摆动。哇，这个我看过影片，真的很神奇。这就是物理学上说的锁相。而我们大脑里呢庞大的神经网络，其实就像是这无数个节拍器，它将化学的、电磁的，乃至于时空底层的几何节奏，完美的同步锁定在同一个相位上。所以意识是共鸣出来的。当这些多尺多子做的节本身强烈共鸣的时候，就涌现出了一种宏观的动态稳态，而这可能就是我们的主观意识。哇，这个节拍器的画面真的太震撼了。也就是说，意识的产生根本不是因为神经元数量变多这么简单而已，不是单纯的量变，而是神经网络演化到了某种程度，它变成了一个超级共鸣腔，精准地捕捉到了时空底层的节拍。没错，我们以前一直以为生命是从零开始，很辛苦地在对抗宇宙的熵增跟乱度，想要创造出一点点的秩序。传统观点是这样，但其实生命只是学会了如何去放大宇宙底层本来就已经内建好的几何秩序。我们并不是某天突然掉进肉体这台机器里面的孤独灵魂，我们是与宇宙共振的最美回音。当你真正从心底接受了时空不是纯粹的死寂背景这个疯狂却又严谨的想法之后，你跟宇宙的关系就彻底改写了。真的是这样。这不是人类的自我膨胀反而是一种非常深沉的谦卑。你不是坐在漆黑台下的渺小观众，
你更像是这个古老宇宙长出来的一段神经末梢。我们是宇宙的神经末梢。正是透过你的双眼，透过你每一次的呼吸跟选择，宇宙正在尝试着去理解它自己。这真的是科学能给我们最美的礼物诶！科学它从来都不只是给我们一个冷冰冰的标准答案，而是给我们更深邃的提问方式。没错，这也是我们探讨这些理论的初衷。今天我们一起拆解了这份极度硬核的资料，从能源的暴力挖掘，谈到了航太的几何冲浪，最后甚至触及了大脑的神经所向。跨度真的很大。对，但这一切的基础都在于我们终于意识到，我们拿错了账本，时空的几何账户其实一直都在默默地跟我们对话。而且我必须说，这份跨越物质与几何的对话，对人类来说，其实才刚刚开始而已。没错。所以在我们结束这趟深度解析之前，我也想丢一个问题给大家，让大家带着这个想法回到你们的日常生活中去思考。给大家一个延伸作业。对，今天我们谈了单一个体的生物大脑是如何像节拍器一样与时空的几何节奏产生所向共鸣的。但请大家试着想象一下，如果你的人际关系、你的工作团队，乃至于我们整个社会的集体运作，本质上是不是也受制于某种我们现在还看不见的几何边界与共鸣呢？哇，集体的所向。对啊，当一群人的思想、情绪和目标完全所向，像无数个节拍器达到完美同频共振的时候，我们人类集体所释放出来的又会是哪一种层级的能量？这是一个非常迷人的问题。到那个时候，这笔宇宙级的总账，人类又该怎么算呢？希望大家带着旺盛的好奇心，还有严格的审计精神，继续去探索属于你们自己的时空边界吧。我们下次见。下次见。